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呢叫做奶牛一块地。为什么叫做奶牛一块地呢？因为每个人都送了一个飞机场啊，还有一个复制中心。这个飞机场一占领呢，就会投那个伞兵加一个奶牛啊。这个地图没有油田，就是说呢，等一下你占了这个伞兵呢，投了奶牛以后呢，那个奶牛可以回收啊。那个奶牛好像回收的话，进复制中心一个奶牛就4000了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呢比较有钱，也没有矿，也没有油田。然后这个地堡的比较多，你看我建造栏那里有很多种地堡，对吧？那个地堡呢，好像发出来的子弹呢是那个坦克的子弹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没有占这个复制中心，为什么没有占呢？等一下占了，因为你现在占复制中心，你会卡电，对吧？我等补了个电厂以后呢，我再占了，这样就不会卡电了。哎，这样再占了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出重工，然后他们也在投伞兵，我们也投伞兵，对吧？因为没钱呢，没钱只能把这个伞兵投到家里啊。你看这个伞兵呢，一坨伞兵带一个奶牛，哎，这个奶牛呢，一个可以回收4000了。然后我们赶快控制这个奶牛呢进复制中心，伞兵呢就不要回收啊，伞兵可以用来防守。等一下没钱了以后呢，再把这个伞兵回收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呢直接造高科技啊，因为这个地图呢，你造其他东西也没用呀，只能赶快出高科技。等一下补个电厂，出空子部，出高科技，造光灵坦克啊。然后我们又投一波伞兵，这个伞兵比较快啊，你这个伞兵呢刚投下来没几分钟又要好了，对吧？赶快进复制中心，哎，进了复制中心就有钱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地图虽然没有矿，但是我感觉呢经济应该是比较好的啊。然后我随机到那个英国，英国可以造狙击手，对吧？赶快造狙击手，用狙击手去点他们的兵，等一下可以练3星了。但是这个地图呢，我觉得比较富的话，因为这个奶牛比较值钱的，对吧？可以一直回收。这个狙击车呢，就算练到了3星，我感觉也打不死人了。然后我们赶快投，哎，伞兵好了要赶快投啊，不要等，投下来赶快进复制中心，经济就比较好。然后用这个狙击车打这个淡蓝色的伞兵，哎，把那伞兵打掉，练那个3星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伞兵又好了，继续投下来回收换钱了。这个地图呢，好像这个飞熊坦克还可以蹲下来呀，这个飞熊坦克等一下蹲下来可以变成地堡啊，就跟以前我们玩的老早那个。如果你单身又想交往不同类型的女友，可以试试评论区这个男人的乐园，这里面无论是护士女友、教师女友或者秘书女友，在这里都能任你选择。不同职业女友还可以根据指示换上不同制服，带你体验心跳加速的刺激感觉。现在小程序无需下载，传送门我放评论区了，入口限时开放，抓紧点击试试吧。共徽版本一样啊，这个飞熊坦克可以蹲下来变成地堡。然后你看上面的小绿呢出那个黑幕黑起来了，对吧？我们也准备造个黑幕黑起来啊。这个地图呢是不能造间谍进那个复制中心，造那个谭雅进复制中心了。这个地图的作者呢就是怕你们刷钱，对吧？那个间谍跟谭雅进复制中心只会越来越亏啊，所以说呢不能刷钱，只能卖那个奶牛。然后我们先造个间谍，偷一下粉色的兵营，哎，偷一下粉色的兵营，然后再造个间谍，偷一下粉色的重工啊，先升级，哎，先让这个重工升一星，飞行兵升一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飞熊坦克呢准备蹲下来啊，这个飞熊坦克呢战斗力比较碍眼，对吧？先蹲下来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它跟那个共徽版本一样，蹲下来以后变成地堡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造飞行兵，因为这个地图啊，我觉得坦克升一星，没有兵营升一星比较好啊。飞行兵升一星呢，等一下可以造很多的飞行兵，对吧？这个升星的飞行兵比较厉害呀。以前我说飞行兵打不死人，但是这个升星的就不一样，而且呢有复制中心，造一个等于造2个，对吧？这边呢造了这个高科技，直接打掉高科技，但是我发现它好像没有防空啊，它没有防空。刚才我的飞行兵打它的那个基地。打他那个高科技怎么被那个防空打了下来？他现在造了防空啊！刚才我看到他好像没有防空。这个地图呢，那个基地车呀，它有那个防空的那个功能了。那个基地车有一个那个苏军的防空炮。我们先把大兵派过来啊！你看这个淡蓝色，它很多犀牛坦克，对吧？你别看它坦克多，它肯定打不进来。我有很多兵，还有电线杆，还有光灵啊，我还有飞熊啊。我那个飞熊只是变成了地堡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用光灵先戳这个淡蓝色，我已经整了它，它肯定会记恨我。
用光灵坦克戳他，然后基地爆了呢，还会爆一个箱子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那个基地呢有那个防空的功能了，刚才我也说了对吧？然后这个淡蓝色比较记恨我，他要来打我，你看到没有？我那个地方有飞熊，看到没有？飞熊变成地堡了，一下子就升了3仙。然后你打我的话呢，我这里全部是大兵。我们先派一点兵过来啊，去打他，因为他马上要冲我的呀。他不冲我，我就把他建筑拆掉。你冲不冲？赶快冲进来给我升3仙。他只能冲了对吧？不冲的话，他建筑被我拆完，他就死了。我有这么多伞兵加这个光灵坦克，所以说这个地图啊，我觉得盟军要厉害一点啊。盟军呢可以造飞行兵，苏军的话呢，他造不了飞行兵。苏军只能造铁幕啊！你看这个紫色，他造了铁幕对吧？但是你铁幕没机会用啊，我直接戳掉你的铁幕。我这么多3星的光灵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大兵派过来啊！把大兵派过来，没钱了继续把这个伞兵回收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光灵升了新的，偷了级的，一下子就3星了。然后这边想造间谍来偷我，看到没有？赶快打掉他的间谍，他的间谍想走路过来啊！打到这里了，现在成一个3国局面。那上面的小绿呢有2块地盘了，上面还有一个红色。这个地图呢，开发2块地盘其实没必要啊，因为煤矿没油田，我感觉1块地盘就够了啊。然后我们这个伞兵呢，全部回收，因为没钱了，对吧？没钱了，赶快把这个伞兵回收。然后我的飞行兵准备打小绿，我发现小绿呢也有很多飞行兵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还有很多地堡啊，那个地堡有可能是飞熊坦克。然后他来打我的，对吧？他来打我，他也偷得了级。打我的话，但是呢，我的光灵是3星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地图呢，光灵打苏军可以，打盟军不行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光灵比较怕飞行兵啊，飞行兵一下子就死了，但是没有用，他飞行兵打我的话，我这个基地车自带防空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基地车有个防空功能，我的基地都升了3星，你看，然后这边还包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包了一个这个兵种祭司，你看，把这个祭司回收了。现在我就不出光灵了，因为我觉得出光灵没啥用。光灵打苏军可以，打盟军真不行了。因为打盟军的话，盟军呢那个飞行兵升了1星，光灵站不住啊，光灵一下子就被飞行兵整死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憋了一个闪电风暴。因为我觉得呢，我只要把对手的这个副子中心打掉，他就卖不了奶牛了，他就没钱了，对吧？我们直接过来打掉他的副子中心，然后小绿也出了一个闪电风暴啊。这样他没有副子中心呢，他就没钱了呀。这个副子中心就相当是油田了，这个伞兵呢也相当是油田，这2个缺一个都不行。你缺一个，你就没法回收那个奶牛，你就没钱了，对吧？现在小绿呢，他就没有经济来源了。我们把他的副子中心打掉，他的伞兵投下来，他没法回收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光灵坦克打掉他的闪电风暴，把他闪电风暴打掉。他造光灵没用的，刚才我也说了，你的光灵比较怕我的飞行兵。然后我们直接换掉他的闪电，等一下他会记恨我啊，闪电会炸我，然后他受不了了要来打我，对吧？我这个基地车自带防空，你看到没有？基地车都升了3星，然后你光灵坦克过来，我飞行兵直接换掉你的3星光灵，换掉3星光灵，我们就疯狂的在家里多造点防空啊。因为小绿现在他没有经济来源了呀，他没法回收那个奶牛啊。等一下呢，他有可能会来打我，我们就在家里呢全部造防空车、造飞行兵就行了。还有这个基地可以防空，全部造防空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闪电风暴好了，对吧？闪电风暴好了，我们就准备闪上面的红色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个橙黄色，我以为小绿有2块地盘呢，原来上面还有个橙黄色啊！你看，橙黄色被这个红色带走了，对吧？然后我的闪电风暴好了，就不要炸小绿。小绿虽然跟我结怨了，但是他没有副子中心了，他没法回收了。我就准备闪电风暴呢，炸这个红色。我准备把红色的这个副子中心炸掉啊！我就直接闪这个地方，闪这个地方，只要把他的副子中心闪掉，他们就没法回收了，没钱了。然后我一个闪电丢下去，哎呀，没有炸爆，还有1滴血，你看没有炸爆了，我们赶快飞行兵过来补一刀。炸其他东西没有用啊，直接过来补一刀，把他的副子中心整掉。这样他们2个人都没有副子中心了，2个人没有副子中心就要来打我，对吧？我家里有很多防空炮啊，我造了很多防空炮，还有防空车，还有飞行兵，还有基地车帮忙防空。他直接过来换掉我的飞机场，他把我飞机场换掉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也没法卖奶牛了，因为没有飞机场了，你就没有伞兵了啊。但是呢，我感觉我的飞行兵比较多。你看小红现在没飞行兵了，他换我的话，飞行兵全部死完了，对吧？现在只剩下一个小绿了啊。
那个小红不用管，小红等一下我用飞行兵就可以打死他。他受不了了，他要冲到我家里来，冲到我家里来，我们家里全部是飞行兵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招几个狙击手啊，招几个狙击手呢，把他的伞兵整掉。这个小绿呢没有副子中心，但是他有伞兵场，对吧？他有那个飞机场，有飞机场里面有很多伞兵，嘿嘿，直接把他点掉啊，点掉。然后这边小红也受不了，投降了。